丹尼斯吸血鬼。上期视频我们通过全景地图的指引，成功破解了瓦隆丁诅咒的彩蛋之谜。这期我们通过全景地图的指引，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圣丹尼斯，探索隐藏在这座繁华都市下的恐怖故事。在圣丹尼斯，你可以在卖报小哥这里买到一张关于吸血鬼的信息，上面的大概意思是：近日有5名受害者惨遭杀害，并且现场还发现了潦草的血渍。这与多年前圣丹尼斯发生了一场恐怖的凶杀案，作案手法以及风格如出一辙。而受害者的身体上都有类似于犬类啃咬的牙印，尸体旁边同样也有用血写下的字。有些人认为受害者死于黄热病，但更多人认为这是吸血鬼在作祟。但是南尼斯的警方已经承认，多年前的凶手已经被抓到，并且已经被吊死。而这个彩蛋则是致敬了1922年来自世界上第一部以吸血鬼为恐怖题材的无声电影《诺斯费拉图》。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文中这句话。波斯科是坐船来到圣丹尼斯的，而在电影中，吸血鬼诺斯费拉图也是乘船来到维斯堡的。当诺斯费拉图抵达维斯堡时，人们开始死亡。人们认为这些死亡是由瘟疫导致的。在游戏中也同样提到了，人们认为这些受害者死于黄热病。而在游戏中，当我们找到所有线索时，游戏中的吸血鬼与电影中的人物简直一模一样。游戏中最后一个被杀的受害者，他的原型也是取自于这部电影。这名受害者在电影中则是一名船长。而想要解密故事背后的真相，我们需要先来到地图中的这个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辆灵车，旁边还有一个空棺材。而故事的起因还要从几年前说起。波斯科乘船从阿根廷来到了圣丹尼斯，并在这里进行行凶，但没过多久就被圣丹尼斯的警察以谋杀罪逮捕，并进行绞刑处死。而当人们都以为他死了的时候，他却奇迹般的复活了。我们都知道，吸血鬼在电影中只能用圣水或某种特殊的武器才能将其杀死。而这点，圣丹尼斯的警察是不知道的，警察只是用绳子将他吊死。随后复活后的他又逃往了新奥斯汀生活。我们都知道，电影里吸血鬼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吸收新鲜的血液，很大可能在逃往新奥斯汀的岁月里，他又犯下了和之前同样的罪孽，最终他又和之前一样被吊死。随后便安排灵车将他送往掩埋地点。而在前往墓地的路上，他再次复活，将运送他的车夫以及2匹马匹全部杀害，并将车夫吊死在了灵车上。而他之所以没将其咬死，很大可能是为了报复，因为他之前就是这样被警察吊死的。之后波斯科回到了圣丹尼斯，并在这里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屠杀。在圣丹尼斯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找到第一个受害者，靠近后可以触发检查，后面的4个受害者位置都是可以触发检查的。收集完最后一个线索，我们可以看到，波斯科制造的5起凶杀案已经被我们用五角星的方式连起来了。通过前面的4个线索，我们得知吸血鬼正在举行某种仪式，来满足他对吸血的渴望，但这种仪式需要吸满6个人。而此时，我们已经发现了5名被害人，也就是说，他再吸1个人就可以完成这种仪式了。结合前面我们所说的，很可能上一次他来圣丹尼斯这种仪式并没有举行成功，就被警察逮捕并吊死。至于第6名受害者的位置，就在我们绘画五角星的中央位置。咱们在去之前，建议先存一个档，如果错过了，这就没了。吸血鬼只会在凌晨之后出现，具体时间有一定的随机性，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会在凌晨12点到1点之间出现，具体位置就在这里。看好时间，我们在外面等就行了。左下角的小地图上，只要出现它的标记，就说明吸血鬼已经现身了。靠近这个家伙，会自动触发剧情对话。So, you found me. Hey, what are you doing? Stay back for your own sake. I walk with the undead. What, you're a vampire? I have been called many names over the centuries. Now go, or I'll feed on you too. Yeah, you're no more a vampire than I am. I'll suck you dry. 对话结束之后，千万不要让吸血鬼近身，很大可能会直接秒杀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准备好绳子，直接把它捆起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可以把它喂鳄鱼，或者是把它丢到铁路上。
再或者当街游行，总之怎么开心怎么来。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想要拿到吸血鬼的特殊武器，那么必须干掉它。干掉之后，它会掉落一把稀有的匕首，咱们把手里的武器换成小刀，就可以直接捡起来使用。这把匕首还是很好看的。关于这个吸血鬼的彩蛋，其实还存在另一种结局。从捡起的匕首文字描述可知，他是一名白化病人。而引发白化现象的原因有2种，分别是白化病和卟啉症。按照现有的线索来看，这家伙极有可能患有卟啉症。卟啉症可是吸血鬼的原型病，它是血红素合成途径中某种酶活性降低所引发的一种代谢障碍性疾病。卟啉对光线极为敏感，一旦接触光线被紫外线激活后，卟啉就会转变为一种吃肉毒素。这种毒素会侵蚀人的皮肤和牙齿，被侵蚀的牙齿会慢慢变得尖锐，这与报纸提到尸体上有类似犬类啃咬的牙印相呼应。同时，无法见光会造成血红蛋白合成障碍，从而引发严重贫血。所以几个世纪以来，吸血鬼都是面色苍白的。卟啉症患者必须补充血红素，血红素能够抵御各种消化液，最终在到达小肠时被重吸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血红素能够缓解卟啉症患者的一系列症状，再加上一些难以克服的心理因素，这就是早期卟啉症患者大多嗜血的原因。由于当时的医学条件有限，人们对卟啉症缺乏认知，很多患者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再加上19世纪吸血鬼文化在西部世界盛行，许多患者便认为自己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看到这里，你觉得哪个才是最终的真相呢？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视频制作不易，不妨点个关注再走哦。